聪明的男人是从来不会去降维打击女人的啊，就是不要去说教他，不要去指责他，更不要去指出他的问题。好为人师的结局大概率都是背叛跟仇恨啊，反正就是很难生出来爱啊，尤其是那种喜欢的女孩子比你小3岁甚至6岁以上的兄弟，你们很容易在相处中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女生有点幼稚啊，她不成熟，然后你就会去给她指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去带着她去改变，去好为人师。这部分兄弟主导力不是这么来的啊！给你们讲如何去带领女人，不是让你们去给她当老师的，知道吧？如果说你不想跟她变成仇人，那从现在开始立刻停止你们这种好为人师的一些动作，因为人性它就是这样的，它是可以接受命运的敲打，它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同类或同级别或者说那样的一个人的一个俯视。就像当时扁鹊跟蔡桓公见面，蔡桓公明明一生病，人家扁鹊也是热心肠的去跟他说你的病还在皮肤上可以治。蔡桓公呢觉得扁鹊是在揍他，把他给轰走了。那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扁鹊说什么？你的病在肌肉啊，我还能治。蔡桓公当时直接雷霆大怒，差点叫人把扁鹊打一顿。等到最后一次，扁鹊远远的就看了他一眼，撒腿就跑了，压根儿就不管蔡桓公的死活。别人问他，扁鹊你怎么不继续劝了呢？啊，扁鹊当时怎么说的？问题出在皮肤肌肉，那还有的救，可一旦深入骨髓，那就不是我这个大夫能管得了的了。那最后蔡桓公浑身剧痛，满世界找扁鹊来治病，人没找着，自己不治而亡了。看懂了吗，兄弟们？记住一句话，人不到疼的时候不会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你想让一个人改变，你去说再多的话没有用的，苦口婆心讲100遍，你不如让他撞一次南墙。你把利害关系分析的再透，不如让他被现实扇一巴掌。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兄弟，他年初的时候来找的我，他有一个对象是一个刚毕业的那种，反正就是学艺术的一个研究生啊。他当时就这个女孩说想要跟闺蜜一起去开一家美甲店，好，刚毕业不久哦，啊，就想找这个兄弟借个10个 W 啊，说让这个兄弟也入一点点股啊。但当时呢，这个兄弟啊，35了嘛，虽然是白手起家，然后创过很多业都蛮成功的啊，他就很懂创业里面的那个门道，他就带着这个女生去大学的附近考察了，告诉他这个东西他怎么做。哎，他一看觉得这个店根本就做不起来，然后这个女生就觉得说这个兄弟不支持他啊，这个兄弟不愿意出钱啊，他俩就吵架了，甚至吵起来的时候还跟这个兄弟说，你是不是就是怕我混好了以后不需要你的钱了？这兄弟当时是非常难过的，自己明明是在为他好，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是想解决这个矛盾。然后呢这个兄弟跟着我的那段时间肯定是做了两性方面的一些提升，知道该如何去和女孩子相处，跟女朋友去更好的去经营关系。我当时就跟这个兄弟说，我说论语里面有讲过一句话，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对吧？勿自辱焉。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提醒你，有些事呢只能劝一次，然后就要点到为止。再往前一步呢，就不是善意了，而是干预；不是帮忙，而是越界。你提前去拦呢，他恨你多管闲事，他自己摔疼了再爬起来，他才会念你的稳当啊。戒嘛，对吧？打好欠条就好了呀。后来到底是怎么做的？整个思路呢，兄弟们可以做一个笔记。我让兄弟只跟那个女生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这个情况跟我以前创业的时候是很像的，我当时出了很多的问题，你自己多留意一点啊，仅此一句，然后点到为止。命令的巴掌比苦口婆心10000句都是管用的，只要这10个 W 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让他去闯咯啊。后面这个女生在选门店的时候呢，确实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说实话，当时其实我也预判到了，根本走不到开店那一步。在看房子跟租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被房东坑了，然后我当时也提醒兄弟，千万不要跟女生说什么我早就告诉过你了，这个地方不靠谱，也不要去安慰这个女生，毕竟安慰也可能会被对方误判为怜悯。我当时让兄弟直接带着这个女生去了一趟迪士尼，玩了一天，啥也不提当天晚上吃好喝好的。这女生后来主动开口问兄弟说该怎么办啊？这个兄弟呢才真正的去给他讲了一点点东西，传授了一些经验。那后续呢，这个女生就主动的也有跟这个兄弟道歉说自己确实比较幼稚没什么经验，也不懂兄弟的这个用心不过呢这只是一个转折点，后续呢肯定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对吧，慢慢的去改一个小龄女孩跟一个年上男人的这个相处的，
毕竟小女孩的心思，其实很多大男人虽然看得懂，但是拿不明白，拿不住。总之后来呢，就是他俩的相处，肯定是这个女孩子是非常极其尊重且敬仰这个兄弟啊。兄弟们，不要去说教，不要去指挥他。很多关系的裂痕不是毁在大事上，而是毁在日复一日的正确指点里。你今天说他一句，明天纠正他一次，时间长了，你就从亲密的人变成了他生活里的监工了。他一看见你，他就不愉快，他就觉得你会挑刺儿啊！一听到你说话，他都会有一种防备心理。那这个时候你说什么都会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不关心你说的对不对了，他只想逃离你给他带来的压迫感跟那种总感觉自己是错误的那种挫败感。老实说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啊！你看得太清，话说得太透，身边就留不住人的。很多时候你的说教和指点不是给他力量，而是把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尴尬直接摊在了桌面上。这不会催生他的改变，只会催生羞耻和反抗。这也是《道德经》里面有讲过的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交。真正长久的关系，不是我把你改变成了我满意的样子，而是我看见了你的问题，却不轻易戳破。我知道你的局限，却依然给你体面。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人这一生呢，能管住自己的心，已经是修行了。能闭上纠正别人的嘴，才是真正的清醒。OK， 听了这么多，肖哥是干嘛的呀？是不是擅长带着兄弟们干嘛？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懂吗？哎，期待与你同行。下课。